大跌是上帝送给聪明人的礼物。美银哈特内特刚刚发出了6月最惨烈的市场预警，机构资金正在悄无声息的集体离场，一场席卷整个市场的空仓潮已经近在眼前。现在打开你的交易软件，你会看到满屏的红色，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喊风险，所有的分析师都在劝你快跑，你的身边一定有朋友已经在恐慌割肉，甚至发誓再也不碰股票了。但你知不知道，这恰恰是我们以骨折价无情捡漏那些平时根本买不起的10倍硬资产的唯一机会。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清楚的知道6月市场到底会发生什么，你会拿到美银内部不对外公开的3大风险警报，帮你精准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更重要的是，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你一份暴雨过后连华尔街大机构都会抢着买的3只绝对垄断潜力股的抄底清单，给每一只股票划分2档精准建仓区间，既有短期回调就能上车的安全底仓位，也有极端行情下的极限黄金捡漏价。每一档价位都配套清晰的估值逻辑和机构资金动向，让你操作起来完全不用凭感觉。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心里都慌，都在纠结到底是割肉还是死扛。你现在是准备清仓跑路保住利润，还是已经在悄悄准备现金等着分批低吸布局了？你可以说说你更倾向于落袋为安规避波动，还是趁市场情绪错杀布局优质垄断资产？把你的真实想法和具体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会和你逐条拆解每一种选择背后的利弊得失。如果你也想在这次市场洗牌中把别人的恐慌变成自己的资产增值机会，先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不然后面讲到3只核心标的的2档抄底价位和实操节奏的时候，你很容易回头就找不到了。先别急着害怕，我们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很多人只看到大盘在跌，却不知道为什么跌，也不知道这次下跌到底会跌多深，跌多久。而美银这份最新的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报告，就是目前市场上最准确的晴雨表，没有之一。为什么我这么信任美银的数据？因为它不是那些靠博眼球吃饭的财经博主的主观猜测，也不是那些只会马后炮的券商的研报。它调查的是全球管理着超过10000亿美元资产的顶级基金经理，这些人手里拿着真金白银，他们的每一个决定都会直接影响市场的走向。他们不会说谎，因为说谎的代价是自己的钱。这份报告里藏着3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每一个都足以引发级别的市场回调。第一个信号也是最致命的一个，市场的子弹已经彻底打光了。美银的 FMS 现金指标，也就是基金经理手里持有的现金比例，已经跌到了 3.9%。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给你解释一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现金比例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红线，就是 4%。当现金比例高于 5% 的时候，说明机构手里有大量的现金，市场后续有足够的资金进场抬轿，这个时候往往是市场的底部，是买入的好时机。而当现金比例跌破 4% 的时候，说明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已经满仓了，他们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继续买股票了。你想想，一场比赛，所有的选手都已经把全部的筹码压上去了，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加注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买了，只要有一点点卖盘，价格就会像自由落体一样往下掉。历史上每一次这个指标跌破 4% 之后，市场都会迎来一场幅度不小的回调。2021年11月，这个指标跌到了 3.8%， 随后纳斯达克指数从16000点跌到了1000点，跌幅接近 40%。2022年8月，这个指标跌到了 3.9%， 随后标普500指数在2个月内跌了 16%。现在这个数字再一次来到了 3.9%， 和前2次大跌前的位置一模一样。这不是巧合，这是市场运行的必然规律。当所有人都已经买完了，剩下的就只有卖了。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现在几乎所有的散户都还在疯狂加仓。根据高盛和摩根大通的数据，过去1个月美股散户的日均买入额达到4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他们正在把自己最后的积蓄投入到这个已经没有子弹的市场里。他们以为自己在抄底，其实他们正在成为机构最后的接盘侠。第二个信号，通胀这条恶龙又回来了。本月中旬公布的4月美国 CPI 数据是 3.8%， 比市场预期的 3.7% 还要高，而且已经连续3个月反弹了。这个数字离 4% 的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很多人觉得 3.8% 的通胀已经很低了，和2022年的 9% 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但你不知道的是，通胀从来都不是线性的，它就像弹簧一样，你压得越狠，它反弹的就越厉害。
而且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一旦通胀重新突破4%，美联储之前所有的加息努力都会前功尽弃，市场将会迎来最惨烈的抛售。我给你看一组非常可怕的数据，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一共出现过7次通胀，在下降过程中重新突破4%的情况。每一次发生之后，标普500指数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平均跌幅是22%。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73年通胀反弹之后，标普500指数在1年内跌了48%，几乎腰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通胀反弹意味着美联储不能降息了，甚至可能还要重新加息。而过去1年整个美股的上涨几乎完全是建立在美联储会大幅降息的预期之上的。现在这个预期破灭了，之前涨上去的自然就要全部跌回来。更麻烦的是，这次通胀反弹和之前不一样，之前的通胀主要是由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这次的通胀是由服务业和工资上涨引起的。这种通胀一旦形成，就会非常顽固，很难被压下去。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在高利率的环境里待很长很长时间，而高利率就是股市最大的敌人。第3个信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此前一度飙升突破5.2%关口，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虽然这几天小幅震荡，但依然死死压在5.0%的高位，正在无情地抽走股市的所有流动性。很多人不理解美债收益率和股市的关系，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讲明白。假设现在有2个投资选择，一个是把钱存进银行，什么都不用干，每年稳稳的拿5%的利息，而且没有任何风险，本金绝对安全；另一个是把钱投进股市，每天担惊受怕，可能赚10%，也可能亏20%，你会选哪一个？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会选择第一个。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30年期美债收益率压在5%高位，意味着现在你只要买美国国债，就能拿到超过5%的无风险年化回报。而且这个回报是美国政府背书的，比任何银行存款都要安全。那谁还愿意去股市里冒风险呢？于是你会看到全球的资金都在疯狂地从股市撤离，涌入美债市场。这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把股市里的水一点一点地抽干。没有了水，船自然就搁浅了。而且美债收益率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定价锚，它一动，所有资产的价格都要跟着重新计算。美债收益率越高，股票的估值就应该越低。截至2026年5月中旬，标普500的滚动市盈率 TTM 为27.2倍，处于历史91%的分位。而在5%的无风险收益率环境下，合理的市盈率应该在15倍左右。这中间差了多少？差了整整40%的下跌空间。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人已经开始害怕了，已经想要立刻打开软件清仓了。先别急，我今天不是来吓唬你的，我是来告诉你怎么在这场危机里赚钱的。因为我从来都不害怕大跌，相反，我非常渴望每一次的大回调。世界上最愚蠢的投资，就是在泡沫的顶点买入一家伟大的公司，而世界上最暴利的投资，就是在惨烈的回调中捡起那些被恐慌的散户扔掉的带血的筹码。你去看看所有的投资大佬，他们的财富几乎都不是在牛市里积累的，而是在熊市里完成的跨越式增长。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菲哈撒韦公司现在手里拿着接近4000亿美元的现金，创下了历史新高。很多人说巴菲特老了，跟不上 AI 时代了，只会拿着现金等死。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拿着这么多现金？他难道不知道现金会贬值吗？他当然知道，他只是在等一场足够大的风暴，等所有人都恐慌出逃的时候，他再拿着这4000亿，把那些平时根本买不到的优质资产全部白菜价买走。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逃命，只有巴菲特拿着现金，以极其优惠的价格投资了高盛和美国银行，最后赚了数百亿美元。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美股4次熔断，所有人都觉得世界末日来了，还是巴菲特在别人恐慌的时候疯狂买入，最后赚得盆满钵满。现在他又一次把现金装满了口袋，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着下一次机会的到来。还有比尔·菲阿克曼，那个曾经做空次贷一战成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根据潘兴广场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13F 报告，阿克曼完成了美股圈关注度极高的史诗级调仓，清掉了绝大部分谷歌持仓，转而大手笔布局微软。微软如今已经成为他基金的第4大重仓股，持仓占比15.26%，整体持仓价值约20.9亿美元。阿克曼公开表示，如果微软因为大盘短期情绪回调而出现估值错杀，他会持续逢低加仓，越跌越布局。为什么顶级大佬都不约而同瞄准微软？
因为他看得很透彻，短期的市场波动不会改变一家拥有顶级护城河的伟大公司的长期价值。真正顶级的猎手从来都不会在牛市的喧嚣中追高，他们只会耐心的等待风暴把猎物打倒在地，然后再一击致命。很多人觉得大跌的时候应该空仓观望，等趋势明朗了再进场，但等趋势明朗的时候，最好的价格早就没了。你想想，2020年3月美股跌到最低点的时候，有多少人敢买？几乎没有人，所有人都在说还会跌，还会跌到更低位置。结果呢，只用了1个月，美股就从最低点反弹了30%。等那些观望的人反应过来想要进场的时候，已经再也买不到那么便宜的价格了。真正的底部永远都是在恐慌中形成的。当所有人都在喊割肉，当所有人都觉得股市会一直跌下去的时候，真正的机会就来了。所以现在你不应该害怕，你应该兴奋，因为这可能是你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一次财富洗牌的机会。那些平时高高在上你根本买不起的优质公司，很快就会以合理甚至低估的价格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着别人一起恐慌割肉，也不是盲目一次性满仓抄底，而是做好资金规划，把子弹分好档位，对应不同回调幅度分批布局，静静等待最佳的入场时机。接下来就是今天视频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我研究了整整1个月的成果。我会给你分享3只即使大盘出现阶段性回调，也不会动摇长期成长逻辑的硬垄断潜力股。他们每一个都拥有别人无法复制的行业护城河，每一个都是各自赛道里的绝对王者。我不会给你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低价，而是结合2026年5月底最新实时股价，给每只股票设置2档清晰防线。第一防线是大盘常规回调10%、-20%就能触及的技术性健康回调区间，适合提前布局底仓。第二防线是极端黑天鹅行情下的终极黄金底，只有市场深度洗盘才会出现，是可以重仓捡漏的白菜价位。每一档我都会讲透背后的估值逻辑和机构回补逻辑，你只要把价格记下来，设置好行情警报，到价按节奏分批买入就行。第一只股票 Pure Storage， 也就是刚刚更名为 Everpure， 股票代码变成单个大写字母 P 的这家公司，截至5月27日收盘，它的股价在85.74美元。而就在昨晚盘后，它刚刚公布了最新1季报，虽然营收和利润双超预期，但因为自由现金流出现短期下滑，盘后股价直接被情绪砸低了 7.5%， 回落到了 79.3美元附近。这就是我说的带血的黄金筹码，它的基本面完全没变，大跌只是主力在借利好洗盘。我们的第一建仓防线72美元到76美元，随着昨晚的盘后大跌，已经近在咫尺了。一旦触及，就是分批建立底仓的绝佳时机。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但它是整个 AI 时代最被低估的隐形冠军之一。它做的是全闪存数据存储，而且是这个赛道里的绝对领导者。为什么我这么看好它？因为 AI 的发展离不开3个东西：算力、算法和数据。现在所有人都在炒算力、炒英伟达、炒 GPU，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AI 对存储的需求其实比对算力的需求增长的还要快。你想想，训练一个大模型需要多少数据？ GPT-4 的训练数据量已经超过了1万亿个 token， 而且随着模型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要的数据量还会呈指数级增长，这些数据都需要存起来。而且 AI 对存储的要求和传统的互联网完全不一样，传统的互联网存储只需要容量大、价格便宜就可以了，但 AI 存储不仅需要容量大，还需要速度极快、延迟极低。因为 GPU 的运算速度非常快，如果存储的速度跟不上， GPU 就会闲置，造成巨大的浪费。而 Everpure 的全闪存存储就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 AI 存储解决方案。它的产品比传统的硬盘存储速度快100倍以上，而且能耗只有传统存储的1/10。现在几乎所有的顶级科技公司都是 Everpure 的客户。谷歌、亚马逊、微软、Meta 还有 OpenAI， 他们的 AI 数据中心里都在大量使用 Everpure 的存储设备，而且这个市场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传统的存储巨头，比如戴尔、惠普，他们的技术已经落后了 Everpure 整整1代，他们现在还在卖混合存储，也就是闪存和硬盘的组合，根本满足不了 AI 高速运转的刚需。也就是说 Everpure 在 AI 存储这个赛道里几乎是垄断的地位，而且这个赛道的增长才刚刚开始。
根据行业预测，未来5年全球 AI 存储市场的规模将会从现在的200亿美元增长到超过10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Everpure 作为这个赛道的绝对领导者，它的业绩增长只会比行业平均水平更快。大盘阶段性回调的时候，难免会带动优质成长股同步波动，但 AI 物理层的存储刚需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情绪改变，这也是我们分2档布局的核心逻辑：不追高，不空想超跌，贴合实际市况做布局规划。中级白菜价底线50美元到55美元。这个价位对应2025年约15倍市盈率，已经完全透支短期悲观预期。只有市场出现深度黑天鹅洗盘才会给到，一旦跌到这个区间，华尔街大资金会毫不犹豫疯狂抢筹，是绝佳的重仓捡漏机会。你完全不用死守不切实际的超低价，跟着这2档区间操作，常规回调有底仓机会，极端行情有重仓机会，进退都有主动权。第2只股票是油矿赛道的绝对龙头 Cameco， 股票代码 CCJ。截至2026年5月底 ，CCJ 最新股价在108美元附近，52周高点高达135美元。赛道长期向上趋势非常稳固。如果说 AI 是未来10年最大的科技趋势，那么核能就是未来10年最大的能源趋势，而且这个趋势比 AI 还要确定，还要持久。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能源不够用了，传统的化石能源污染大，而且储量有限，迟早会用完。风能和太阳能不稳定，受天气影响太大，而且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储能设备。唯一能够同时满足大规模、稳定、清洁这3个要求的能源，只有核能。而且现在核能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必答题。你知道现在最着急发展核能的是谁吗？不是政府，是那些科技巨头，谷歌、亚马逊、微软、Meta 这些公司正在疯狂的建设 AI 数据中心。一个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耗电量。现在这些科技巨头已经发现，不管建多少太阳能板和风电场，都满足不了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核电。于是你会看到，这些科技巨头正在疯狂地买断未来几十年的核电产能。微软已经和多家核电公司签订了长期的供电协议，谷歌也宣布到2030年，它所有的数据中心都将使用核电供电。亚马逊和 Meta 也在跟进。这不是什么短期的炒作，这是一个长达10年甚至20年的硬性需求，而且这个需求才刚刚开始爆发，而核电的燃料就是油。现在全球的油矿市场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供需缺口，过去20年，因为福岛核事故，几乎没有新的油矿被开发出来，而现在全球突然开始大规模重启核电，对油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根据世界核能协会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油的需求量将会比现在增加50%，而供应量最多只能增加20%。这中间30%的缺口是无论如何都补不上的。供需缺口一旦形成，价格就会持续走强。过去2年，油价已经从30美元一磅涨到了现在的现货价约85减86美元非磅，长协价约90减91美元非磅，翻了近3倍。行业普遍预期，未来5年油价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而 Cameco 就是全球最大的油矿生产商，它控制着全球超过20%的油矿产量，而且它的生产成本是全球最低的之一。油价每出现一轮上涨 ，Cameco 的利润都会稳步攀升，这是典型的量价齐升的稀缺赛道，自带防御属性，很难出现无理由的深度暴跌。在美银预判的5%到15%常规回调行情里，根本不可能出现腰斩级别的下跌。我们同样分2档贴合市况布局，我给大家划定 CCJ 2档精准建仓区间。第一，建仓防线80美元到88美元。相比当前股价回调约20%，刚好匹配6月市场常规回调幅度，也是油矿供需失衡背景下机构资金首选的回补位置，适合分批布局底仓，兼顾安全性和成长性。中级黄金底线55美元到60美元，这个价位折合2026年约10倍市盈率，是行业爆发周期下的绝对估值底线，只有极端黑天鹅引发全市场深度杀估值才会出现。一旦给到就是闭眼布局的黄金机会，油矿赛道本身就是很好的攻守兼备资产。
大盘回调时抗跌性远超普通成长股，两档价位既不脱离现实，又能给我们留下充足的布局空间。第三只股票也是我个人最看好、长期仓位最重的一只股票，微软，股票代码 MSFT。截至2026年5月27日，微软最新股价为412.67美元，52周低点为356.28美元，整体估值非常稳健。很多人可能会说，微软现在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市值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了，还有上涨空间吗？我的答案是有，而且还有很大的长期上涨空间。因为微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软件公司了，它是整个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提供商。它拥有整个 AI 行业最宽最深，别人根本无法逾越的护城河。首先，微软拥有 OpenAI 的深度绑定独家授权， GPT-4o 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大模型，没有之一。而且在未来至少2到3年内，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追上 OpenAI 的技术水平。其次，微软拥有全球最大的企业客户群体，全球90%以上的企业都在使用微软的 Office 和 Windows 系统。微软可以把 Copilot 直接集成到这些成熟产品里，几乎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获客成本，这是任何其他 AI 公司都无法比拟的优势。现在微软的 Copilot 商业化进展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快。截至2026年4月底，微软 Microsoft 365 Copilot 付费企业席位已经突破2000万个，90%的财富500强企业都在使用该产品，而且这个数字每个月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27年，微软的 Copilot 业务每年将会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收入，这相当于再造一个全新的微软。而且微软的 Azure 云业务现在也已经成为了 AI 云的绝对领导者，超过60%的 AI 初创公司都在使用 Azure 的云服务。随着 AI 行业的爆发， Azure 的增长还会进一步加速。很多人担心大盘回调会让微软的股价下跌，短期情绪带动的波动肯定会有，但微软是整个美股市场最抗跌的核心蓝筹之一。每次大盘大跌，微软的跌幅都会远远小于大盘，而且每次大盘反弹，微软都会第一个率先创出新高。2022年纳斯达克指数跌了33%，而微软只跌了28%。2020年新冠疫情，标普500指数跌了34%，而微软只跌了25%。而且每次下跌之后，微软都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重新创出了历史新高，因为微软的业绩太稳定了，它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是持续性营收，不管经济周期好坏，企业都需要用 Office， 都需要用 Windows， 都需要用云服务。这种稳定充沛的现金流就是微软坚不可摧的护城河，所以微软是你在大跌行情里最稳妥的布局标的。它既是市场波动的避风港，也是长期复利的成长龙头。我给微软划定的抄底区间依然贴合市况380美元到400美元，这个位置只需要大盘回调5%、-10%就能轻松触及，完全在6月季节性回调的合理范围内，触手可及，不用等待遥不可及的低位，跌到区间内就可以从容分批布局，长期持有，安心拿收益。好了，3只核心标的的赛道逻辑、最新市况、2档建仓防线，我已经全部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了，不用再纠结该不该等大跌，该不该提前布局，也不用再空想遥不可及的超低价。每一档价位都贴合2026年5月底真实市场行情，匹配6月大盘回调的合理幅度，有短期可落地的底仓机会，也有长期可等待的极限捡漏机会。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3只股票加入自选股，把2档价格区间记下来，设置好行情价格警报，然后保持耐心，不用追涨杀跌，不用被市场恐慌情绪带偏，静静等待价格回落至目标区间，按节奏分批布局就足够了。最后，我再给你一个非常关键的实操建议，不要赌气死扛手里的垃圾题材股。现在那些没有真实业绩支撑、没有行业护城河、纯粹靠概念炒作拉高的标的，趁着高位适度获利了结，回笼现金是最优选择。现在兑现利润不是离场观望，而是为了腾出资金，在市场情绪错杀时，以合理价格换回真正有长期价值的垄断资产。在6月初一定要做好适度的获利了结，把浮动利润转化为实打实的现金，手里握着充足现金，你才能掌握投资的主动权。当市场恐慌大跌的时候，别人只能被动割肉亏损离场，而你可以从容按照规划分批抄底，占据绝对优势，永远不要一次性满仓梭哈。分批建仓，越跌越有序加仓，才是穿越牛熊的核心法则。没有人能精准买在绝对最低点，我们只要买在底部价值区间，就已经跑赢了90%的散户。
记住，风暴从来不是财富的终点，而是财富重新洗牌的筛子。它会淘汰掉那些没有独立认知、没有资金规划、只会跟风追涨杀跌的普通散户，把市场的财富慢慢集中到那些有准备、有耐心、懂估值逻辑的聪明人手里。每一次市场深度回调，都是一次普通人跨越资产层级的机会。上一次这样的黄金布局窗口出现在2020年3月，很多人因为恐慌错过了。下一次同等量级的机会，往往需要等待很多年。现在新一轮的机会已经摆在了你面前，你是选择随波逐流，跟着大众一起恐慌割肉，踏空后续行情，还是选择做理性的猎手，提前备好现金，分档位布局优质垄断资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稳步布局？如果你想持续跟踪这3只标的的股价走势、2档建仓区间的变化，以及6月大盘回调的实时节奏，直接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后续我会第一时间更新最新行情解读和实操调整策略，帮你稳稳把握这一轮财富洗牌的机会。最后，我必须坦诚跟大家说明，本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基于公开市场数据、机构研报和行业逻辑的观点分享，仅做知识交流和思路参考，不构成任何1对1投资建议。金融市场本身存在波动风险，任何标的的涨跌都受多重因素影响，所有投资决策都需要你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周期独立判断，自行承担投资盈亏。如果你对个股布局、行情节奏没有足够把握，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持牌投资顾问，切勿盲目跟风操作。